想到这招藏身。这东西也是仙兽之粮，谁吃谁还不一定呢。少量的仙兽之粮我尚可应付，但这一条极为可怕，万不可硬碰。这是仙人禁制。这些仙兽之粮没有神识传出，应当只是以感官在追踪，或许能以诱饵引开。果然。可算逃出来了，多亏有这些游环。道友，在这坍塌的仙兽府内，现在怕是只剩下你我二人了。此地既已坍塌，道友不寻出去之路，为何要到在下所在之地？道友不必紧张，在下孙雷。刚才的一幕，道友想必看见。不怕你知晓，孙某并非大罗剑宗之人，而是混进其中，只为杀人夺宝。道友再上前一步，在下可要出手了。此人只有化神初期，神识却无比强大。若非师门传授的功法特殊，可以搜寻强者神识，我怕是连他的踪迹都察觉不到。是了，他定也是隐藏了修为。道友，方才的洞府之中有3件仙宝，其中1为仙玉，2为仙剑，3为金色铁片。不知道友得了几个？仙兽之粮回来的太快，一无所获。动手胜负难料，不如邀请他一同闯洞夺宝。到时面对仙兽之粮，大有除掉此人的机会。道友，那仙玉是无数年来仙界之气凝结而成，可谓是无价之宝。那金色铁片，在下猜测应该是某个防御类仙器，而最珍贵的还属那把仙剑。仙兽之粮众多，获得这3件重宝难上加难，不如你我2人联手。哦，我为何要帮你？在下只要仙剑，其余2物全部给你，如何？仙剑，在下不要；其余2样物品，在下也无兴趣。那倒有意欲何为？
若非此人隐藏修为，该将他即刻斩杀，以绝后患。孙道友，想要在下豁出性命帮你取得仙剑，仅仅是两样空口无凭的东西，不合适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看道友来此之前，对于半空中的那些空间裂缝，好似预先有所察觉。迷寻诀，此物是大罗剑宗的神通之术，送与道友，又有何妨？道友果然爽快，那在下也不扭捏。你三师兄储物袋内那青色的葫芦给我，我便冒险与你一趟。道友不要为难我了，那洗灵壶乃是孙某之所以混入大罗剑派的必得之物。若是道友真助我取到仙剑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洗灵之木。此木虽比洗灵壶略有逊色，但同样具备吸收仙界之气的功效。道友带路。那黑色仙凉，定是吞噬了那尸骸的肉身，又有仙宝滋养，拥有了此般道行。此地的仙界之粮众多，恐怕都是他的后代。要取仙宝，得削减仙兽之粮的数量。道友，一会儿我以法术引出这些仙界之粮，你我二人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。一旦那黑色仙凉出现，我们立刻逃走，回刚才那里汇合。雷王，开始吧。九彩红烟，去！道友，你我合力，定能大大削减这仙粮数量。来了！糟了！此刻我灵力耗尽，他若是动手，罢了。孙兄不在约定之处等候，原来是受了伤。既然如此，孙兄尽管吐纳，在下为你护法。那黑色仙凉面前，居然毫发无伤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。道友，你且退后。今日我必向那畜生报断绝之仇！畜生，给我出来！
法力有限，只能辅助实习。待我拿完宝物，再来救你。孙道友，那洗灵之木还没给在下，怎么就急着走呢？若是与此人动手，一旦陷入这辆脱困，生死难料。仙宝自有仙人禁制守护。即便是我师门传承御剑，也只能缓缓破开。一剑散修，活该死在禁制之下。仙人禁制虽精妙，也不是不可破。万物失血，不可能8息就速血。那个混蛋！机关算尽。都是一场空，死便一起死吧！间裂缝。主子，这儿要塌了！塌了，塌了！不只是地下，整个仙之碎片全都要塌了！出其修为，若是此刻上前，大有机会。
到了什么事情？居然弄得如此狼狈！巨魔族，仙界碎片崩溃。道友，这仙界碎片崩溃，能逃出者绝非等闲之辈。在下巨魔族赤狐，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在下曾牛。曾牛，朱雀星之上，姓曾的高阶修士就只有这天魂国了。如此年轻便已是化神初期，还能掌控寂灭界的游魂，必是我及修真国的核心弟子。道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曾兄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你我同属朱雀星，还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道友一看便知。正快陷于玉石，如今仙界竟还有这等宝地。曾兄，此处是我巨魔族前辈在多年前进入仙界后无意中闯入之地。此地有仙兽守护，同时还有无数禁制。以他一人之力，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以神念记录下一切后，悄悄返回。时隔多年，此地怕是早就被人发现了。不可能，此地断然不会被人发现。只是其中缘由，在下现在不便说出。曾兄见谅。赤狐和我素不相识，此番却有我组队，他只是看上了我的游魂。此地怕是光靠你我二人，也难以成功进入。不瞒道友，除你之外，我还约了一个人。我三人同行，把握自然大上一些。但曾兄尽可放心，到时一切宝物，我自会做出平分。曾兄慢慢考虑。若是想来，1个月后到这御姐地图所在碎片集合。曾兄，在下等待你的参与。在伤势恢复前，不可轻冒任何风险。仙气，果然是要等到化神后期冲击应变时，才能派上用场。提前炼化反倒成了损害元神的毒药。好在这次执行的收获不小。这仙域浑然天成，其上的仙界之气比人为凝练的结晶更浓。应变之后的修炼，此物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倒是此物看起来不太像是防御类仙器。好精巧的手法，此物原来是仙人刻画的上古玉简。天宝上人，打造天地间的最强法宝，乃吾平生所愿。恨可恨，浩劫突至，一生心血，无以为继，只能将摄生车悉数封存。后世有缘人，若得此钱，秦王取之。摄生车，此等仙宝，或许还在天宝上人的洞府。仙界材料打造的宝物，绝非下界法宝可比。这机缘，不容错过。大罗剑宗记录的仙界碎片，已经都找遍了。
仙界之大，那洞府若不在御剑传送范围内，那不知还要找多久。导游，救我！道友，此事和你无关，还请离开。此人妄图夺我仙气结晶，说我杀了这杂碎，结晶你我一人一半。荒谬！结晶本是我费力凝聚。你我同属朱雀星，帮我一次。滚！你二人之事，休要把我牵连在内。既然你不愿帮忙，那老子就把祸端引到你身上。这结晶，老子不要了！多谢。在下鬼水派司马云，不知道有失。曾牛，曾道友，此地在下已经搜索了数日，再没有仙界之气存在，不用耗费时间了。不知你有没有仙界传送鼎？若是有，咱们或许可以交换一下。此人或许也有宗门派发的传送玉剑。阁下拿什么和我换？此人的碎片有5处是在西部。曾道友，我这地图有21处，与你地图重复的不算。你抹掉一些后，我们交换如何？曾道友，若是日后有机会去我碎银星，在下定然招待。好说。在下告辞。那小畜生敢抢我之物，在下定然不能让他跑了。这样看来，大罗剑宗所记录的，怕只是仙界中的冰山一角。找到了！虎形山峰，真有这么个地方？原来早被人搜过了，亏我们千辛万苦找过来。热神车封印在洞府的第10件事实，赠予有缘人。此地明明只有9件密室，何来第10件？摄神车乃无毕生心血，若能重见天日，此生无憾。这洞府在下沉，即便是被人发现，最终也很难寻到珍宝的洞府了。不知密室中又有何玄机？状若神兽，栩栩如生，这就是摄神车。
虽未记录此兽名称，但却专门提及这兽魂被魂链锁住，无法逃出3丈之外。要是用摄神车凭我华山修，断然无法做到，只能暂先让此兽陷入沉睡。想必天宝上人也不会想到，此等仙宝机缘巧合下，会落入我这华山初期的手中。这摄神车果然巧夺天工，竟完全是以兽魂攻讨，其威力想必不会让我失望。此兽体型最小，或许取手拳能将其收服，但若没有摄神车为屏障，直接吸收我的灵力，能否承受住也是一个问题。这趟仙界之行，收获倒也颇为丰富，不过风险也是极大。若是在那碎片崩溃时稍有不慎，怕是现在已然身亡。如此一来，那赤狐的邀请，都是要仔细考虑一下。先不说那3把仙剑，单单是那大量的仙玉，对我日后争取音变就至关重要。只要修为达到音变，司徒就可以苏醒。那坛中的仙草，还能给婉儿带一些回去。来了，就是不知是哪一个。哈哈哈！红蝶道友，在下等你多时了。若你所说有假，此事不会善罢甘休。红蝶道友放心，这玉简是我巨魔族洗羽师祖亲自答应的。他老人家不会说谎吧？洗祖，朱雀星上，以部落存在的修真国，本就只有你我2族。始祖与你师孙既是世交，在下又怎会欺瞒你？既是习祖亲自所见，我可以随你一去。但所获之物中，那玉石棺材必须归我。好个霸道的天之娇女！红蝶道友，此事不妥啊！毕竟除你我之外，还有1人，应该也会参与此事。我已答应那人，此次若是我们3人同行，各自出力，公平起见，所得一切宝物平分。我既身为巨魔族少族长，便说话算话。哦，是谁？曾牛，和你我一样，都来自朱雀星。来自朱雀星。曾兄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是你！是你！道友住手！今日你无处可逃。红蝶修为极高，杀仙极重，只有以攻为守，不
我一线生机。这曾牛才化身初级，竟能使出此等神通。红蝶，你父母无人送终，是为不孝。此人居然知道毁人道心，不简单。你为一己私欲屠杀四太，是为不仁。你无缘无故对在下出杀手，是为不义。血域尚在，你却又卖身朱雀国，是为不忠。你这个不孝不仁不义不忠之人，你修的是什么道？你是第一个逼我用出本命法宝之人，你可以瞑目了。住手！红蝶道友、曾兄，你们二人是我邀请而来，若是再战下去，休怪在下无礼。赤虎道友，此事并非在下惹起祸端，与你无关，退下。红蝶道友，你二人都是兽火之妖，你若是执意出手，就是陷我于不义。在下定然与曾兄一同抵抗，若是在下不死，回去定当如实禀告习祖。引进。好，赤虎，今日我看在你的份上，不再杀此人，但那白玉棺材必须归我。红蝶，你莫非真以为在下杀不了你？你信不信我手中神通只需一弹，此处仙界碎片就会崩溃？曾兄，此次在下做主，一切所得，我三人共同分配，如何？好，一切听赤虎兄所言。哼，曾牛，回朱雀星后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奉陪。天儿，你看，我们回家了。1000年了，你还是这么美。你身子娇惯，亏得那仙玉未央，才保得住容颜。为父此行定会为你寻得新的仙气仙玉。世人都说我是个疯子，炼尸的疯子。世人不同，你我仙界相遇是命定。为你疯癫，我心甘情愿。别怕，为父会一直护着你。挡路者死。红蝶道友的冰雕果然神奇，在下佩服。这冰川寒雾，雾内蕴含仙界极寒之气，若无红蝶道友，我等不可能横渡这万里冰原。即便有天堑阻隔，那玉检所踏印之地，也不该从未被外人发现。
实不相瞒，那玉简所印之地，是仙界中极为少见的一处重叠碎片。几处仙界碎片相互叠加，根本无法架设传送阵。那当年习祖是如何发现的？此事涉及我巨魔族隐秘，在下就不便相告了。渡过此处寒流之地后，将是一片仙界虚无。渡过虚无，便是第一层碎片所在。该我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我灵力耗尽，接下来我不会再出手。道友辛苦，接下来交给我们。3日来，你灵力耗费极大，还需多加休息。此女即便灵力耗尽，也定会有丹药即刻补充，不过是引诱我出手罢了。但若是我到了化神中期，凭借生死一境破其道心，便可战而胜之。百年化神，虽说奇迹，可终归是道心不稳。巨魔族至宝星罗盘，孤身记忆之中有着星罗盘的炼器之法，可惜材料早已灭绝，难以制造而出。若真是星罗盘，以在下的修为，根本无法驱使。此物是伪星罗盘罢了，比真正的星罗盘功效上差了不少。红蝶，西首方位有此盘自带防御光幕，你可以去那里大作恢复修为。这虚无之行，我赤虎保证，绝无人打扰你。曾兄，东首之位，还需你把持。在这虚无之中，有很多未知的异物，还需你那炼魂徘徊观察，以便告诉我方位，我好改变方向。这虚无中，千万不可轻易散发神识，否则会有大祸临身。这是我族习祖当年千叮万嘱之事。赤虎兄，此罗盘应是我人驱使，才为最佳吧？没错，但此地宝贝却不够5人来分了。曾兄，虚无之中，若是此盘崩溃，我3人无一可活。我全力把持此罗盘方向，无暇出手，全靠曾兄了。前方10里有异常。快绕！幸亏曾兄提前发现，否则这次我3人怕是就要饮恨此地了。那是什么妖物？我也不认识。生存在仙界虚无里的生物，实力绝非我等可以对抗。此物名为虚，这虚属于小破灭生物，吞大地而生，吐阴气而活。在上古时期，即便是上古修士遇到，也往往需数人为战，才可取胜。曾兄见闻多广，在下佩服。哼，谁知是真是假，还是胡乱说个名字？无知！你，此物平时须知收集，只有觅食时才会散开。此物觅食中会散出虚气，那虚气呈红色，不是我们可以抵挡的。虎兄，速速向北飞去。这
此地再往北，罗盘恐怕会迷失方向。他之前所言也的确不知真假。若贸然继续向北行进，多说无益。曾兄，他走了也好，我就不信他真的认识那生物。曾兄所言不假。若是听曾兄劝告，本不会有此劫难。再快些！红蝶出手！修炼不足，但这本命花蕊只有5个，是怎么也补不回来的。曾兄，上来再说。曾兄，之前只是在下知错，那生物还有什么手段？我们接下来方向如何选择？既逃过了气浪，短时间也不大碍。赤虎兄按地图方向想办法飞行就是。好。星罗盘一损，怕是很难长时间飞行，须得加速前行。但此行还得多多仰仗它才行。这10几日有惊无险，多亏曾兄。客气。这几日与赤虎兄论道，曾某也是受益匪浅。我巨魔族本不是朱雀星之人，无数年前先祖迁移而来，所以在一些神通之上，自然有些不一样。那是。赤虎兄，稍等少许。金子石是星罗盘重要材料，要离开朱雀星，这星罗盘必须要有。我2人刚在罗盘上等你回来，谁料他忽地震动，一股大力将我们驱逐，抛了下来。古神记忆中倒是有修复之法。罗盘应是受损严重，出了故障，暂时无法再飞行了。我3人只能凭法力飞行了，全速之下，大概3日即可到达。总感觉身后好似有人跟随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这梅花号是习祖当年留下来的。赤虎兄，那玉检所拓印之地，既是碎片重叠所在，不知是第几层？废话，自然是第2层。仙界能出现2层重叠碎片，已属不易。无知。曾兄，的确是第2层。不过我族习祖也猜测过，其下或许还有第3层。我们快动身吧。
平儿，别急，第3层碎片中定有更多仙玉。西族所言不可能出错，可这仙玉棺材和仙剑怎会平白消失呢？这就是你说的地方。今日你若不给个说法，我绝不罢休。这赤虎倒也不像是在说谎，怕是出现了什么变数。与其争论不休，倒不如做点什么。二位，此事在下鲁莽了，我也没想到。一句鲁莽，就可以弥补我的损失吗？你若不说个明白，休怪我红蝶不顾世交之情。这事关朱雀星，我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赤虎身为巨魔宗少族长，虽说比不过你红蝶金贵，但却是一言九鼎的男儿。赤虎兄，此地若真有第3层，这里应该就是入口。我心中周易。周易，晚辈巨魔宗赤虎，拜见前辈。前辈之名，晚辈从小便如雷贯耳。小家伙反应敏锐，这一路上，怕是早就有所察觉了吧？晚辈只是略有感应，并非完全确定。这儿的东西，我1000年前就已取走，你们3个还是回吧。此地的确有第3层，而入口就是这水潭。不怕死的话，可以一试。好热闹啊！阁下尾随而来，有何意图？意图倒是没有，只对你脚下的第3层有些兴趣罢了。好了，让我进去。这2人恐怕都是化身之上的强者。本命法宝受损，代价颇大，此行更不能空手而归。曾兄，你是准备一探，还是离开？刚刚2人都是何人？那老者在下并不清楚，或许与石阴宗有关。而那周易，是朱雀星为数不多的鹰变老怪，而且此人有一个极为奇怪的癖好——炼尸。炼尸？让他听到，必死无疑。在下要下去看看，同路如何？若是2大鹰变强者相互牵制，这第3层未必不能一探。仙力比外界浓郁数倍，就是不知这供给仙力的水晶到底是何物。以我修为，无法撼动分毫。家伙，不要逼人太甚！此地仙界之气众多，
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身上有死气，我当然跟你。御灵大法，你是周易。久闻其名啊，怪不得你身上会有这么浓的死气。若是单一碎片崩溃，以你我二人的修为，还可逃走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此地一共有6层碎片重叠，牵一发动全身。阁下想必是诗音宗的大长老，你未到问鼎期，必会葬身于此。你确定要战？他二人若真的动起手来，这仙界碎片必会破碎。小丫头，见你身体也有。前辈，你可认识子物？除去过核心弟子标志，以元开太主。此镯与我元神相连，若是我死，此镯必将这仙界碎片炸毁。即便逃走，你也必遭朱雀星追杀，再无容身之地。小丫头，放心就是，我不杀你。周一，我以此女的身体与你一战，这样便不会引发碎片崩溃。你也选一个应战者吧。我为何要与你一战？老东西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身上有仙人尸体，我绝不会闻错。我要那具尸体。天儿，所有抢天儿的人都要死！你过来！只要听话，不但不会死，反而可以感悟我的意境。3个小家伙，我选了一个先天武灵之体，你选了一个远古血脉巨魔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无用之人。滚！前辈，杀了他！你若杀了他，我便放弃抵抗，全力助你。好。若是想让此地崩溃，可以一试。锦帆，此子没有说谎，只差一个精致，便会引动天劫。在仙界，这天劫就是仙劫，此地无人可活。身在此地，倒也不着急离开，不如看看应变器如何战斗。以元神便可操控未曾炼化的化神器，这便是应变的手段。
千年未曾展现的意境。赤印可是人，也可是物。你的赤印便是这符，你的道心也是这符。符若不碎，斩魂不灭。赤木只是化神期，便借赤翼爆发出了斩仙的气势。注意的意境太过诡异，好癫狂的意境！怎会少了个土灵？有此战役，应变元神，可斩。元神已灭，生机断绝，这孙太竟真的死了。凭借斗心，时刻展现，好一个痴情意境！我的斗心又是什么？抢走我的情儿！周易，你这意境的确了得，竟能生生灭我一魂。但老夫身为石幽宗大长老，可不只有一魂。把情儿还给我！情儿！周易，居然为一具尸体起了名字！你可知错？这是下人宗主托宗门至宝，毁宗门仙域，就为了一个女，一具女尸，逆徒，你！仙人尸体，怕是他在世的时候还在轮回之中呢。婷儿，他们都不懂你的美，别怕，我会永远陪着你，永远。摄人心神，可怕。
好，此女生前定然是仙界尽世之人。周易，老夫先施一魂，就祭出这石营中专属元神重宝，今日必定带走这女尸。老夫劝你趁早回到肉身，免得在这仙界丢了性命。真是个疯子！为了一具尸体燃烧元神，你这个疯子！要跟这女尸一起死，老夫可不奉陪！停！谁也不能把你带走，谁也不能！灵力枯竭，法宝耗尽，必须尽快出去。此女三番五次对我下杀手，今日不出，祸患无穷。曾牛，你干什么？杀你肯杀我，朱雀国必将你碎尸万段！周易，你自然元神也是必死之身，别想拉着老夫垫背！纵使现在知晓了一切，为父误会，有什么东西要来了？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